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交易修行成长驿站。本频道所有言论都将构成您的投资建议，切记一定要听清我的方法论。我也郑重承诺不会浪费你宝贵的时间。那好，我们回到比特币盘面 ，Coinbase 基准下午没有太大的行情变化跟中午的午间行情来比，然后目前还是纠缠在这个价格成交量的密集区这一沿线。那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一区间的波动形态，它到底未来有哪种可能性？我们把小时线换成15分钟线如果换成15分钟线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推动浪的第一浪，然后 ABC 的回调或者是 ABC 的回调，这两种可能性都有。一是 ABC， 二是这边的 ABC， 然后第三浪有可能开启，也有可能是 ABC 结束，它要往下掉。那如果我们现在把它看成 ABC 的话，那接下来反弹调整结束以后继续下跌继续延续之前的这个趋势，这是一种可能性。那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它有可能是推动浪1、2、3、4、5，四浪回调结束以后继续向上。那这个位置前边是 ABC 的回调，那这个位置呢就很有可能出现三角震荡。但是三角震荡的话，它通常是缩量的到这个位置缩量以后，这边有点量起来的意思我们还得看。所以说关键还是一样，回到小时线，还是看这个价格成交量密集区它能不能踩住，踩住就继续可以看多，或者是你觉得它踩不住，那好做空，然后止损位最好挂在7万以上。你要是短止损，那可以把止损位放在68900-970附近大概，然后做空相对短止损，然后看多少呢？就是至少看到6万这个整数关口回跌到6万大概。所以说无论你是看多还是看空，白天的进场时机变盘点我做了一个视频，还没看的朋友可以看一下然后今天的主题抱歉稍等一下。今天的主题我们聊点什么呢？聊交易所的选择问题这个相信大家应该都有一些多多少少的经验。最近这1-2年不断有各种交易所联系我，推荐给我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交易所，我就不点名哪家了主流的这些都有。然后他们干的业务是什么业务呢？就是让我使用他们家的交易所，然后给他能引流带过来很多可以注入资金的这些客户这个大家伙都知道。然后他们的这个拉新的这个手段只有一个，很简单，就是手续费减免、返佣，也就是这些东西。所谓他们的计划叫什么节点，这个经销代理，各种名词都有然后就是拉人老带新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就用丰厚的手续费减免返佣机制，然后去拉更多的客户能使用他家的交易所，都是这么样一个模式啊。然后给的少的佣金可能给个30-40%，给的多的可能都高过80%甚至更多啊。但这里头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安全问题啊，绝对是安全问题，其他都不重要，安全是最重要的。然后里边有这些国内跟国外的区别，有些交易所是面向国内开放，有些交易所是面向某些个国家不开放，各种各样的都有啊。有些交易所可能现货比较多，有些交易所这个合约期货做的比较好，还有期权。所以我们尤其是小白散户，还是尽量选择头牌的交易所，比较相对安全的交易所。那这个安全怎么来定义呢？大部分小白散户只是这个交易所够大、够有名、够头牌，然后就去选择它了啊。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啊。你比如说某安，它现在连正规的评级机构都没有，审计都不知道谁给他审计，也就说白了，去中心化的这些加密资产暂时存放在某安，然后这个是中心化服务器代管理你的这些资产，你在这个交易所里头买卖的这个过程，它完全是怎么样？它做的一个数据而已。说白了，他想怎么造假就怎么造假，他想弄死你就能弄死你。所以这些东西非常尖锐啊，大家应该清楚。但很多小白他都不清楚、不懂。然后 Twitter 上或者是其他平台上 Facebook 上都有啊，油管也有很多晒交易记录，这段时间我赚了多少钱，我带单怎么样，这种中心化服务器你都不用 P 图，人家就直接给你做出来一个真的，都没有任何问题，你就看着那个破图你就相信他，你的智商是不是很堪忧？他要如果那么赚钱，他就乖乖的在家里头某个角落偷偷的印钱就可以了，没必要大庭广众之下去宣扬这件事儿，没有意义，找麻烦吗？别人不管，交易所都会管的。你看真正赚到钱的这些人，有几个能顺利的从交易所把钱全部都踢出来的？不见得啊，看你多大。小的话没人管你，你要太大了，交易所一定会跟你商量一些事儿的啊。比如说宝二爷也说过这方面的事儿。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注意安全，他这个交易所资格够不够老，运营的时间够不够长，然后还有它的交易深度够不够。你像为什么 Coinbase 现在是主流机构常用的交易所，很简单，就是因为它的法律法规监督，它的资金的安全评级审计全部都能跟得上啊，是世界主流的这些个国家全都能认可的，而且是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所以说它值得信赖，所以它的交易量也是整个币圈最大的。所以以这个为基准看 K 线，问题也在这儿啊。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清楚，千万不要觉得哪些交易所给的佣金多、手续费多，然后你就用它，或者是人家会给你提供各种山寨币、新币打新的机会，然后还会给你各式各样的这个质押产品，然后给你超高的杠杆，1000倍以上甚至都有啊。但这种东西就是赌博资金盘，就是等着你跳呢，要的是你的
命要的是你的本金全部，根本不是给你提供什么让你赚钱的机会，就是利用你的贪念，管不住自己的这种人性，把你吸引过来，完了把你所有的钱，甚至让你到处借钱，完了往里扔，要的就是这效果啊！所以说千万管住自己，不要蛮干，然后选择交易所一定选择头牌历史悠久的，尽可能去安全的管好你的资产，然后交易所里头尽可能少放资产，少放资金，加密资产大部分都应该放在冷钱包里，热钱包也不要图便宜。那好，这一节我们就分享到这儿，祝大家管理好自己的风险，交易顺利，多多赚钱。那好，我们明天再见。